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飞。长相漂亮就注定滥情吗？拒绝求爱就应该死吗？17岁网红少女惨遭粉丝割喉，凶手直播杀人全过程，竟被网友疯狂叫好。今天和大家聊的是颠覆三观的恶性凶杀案——美国网红比安卡·德文斯被害案。网红少女被粉丝痛下毒手，死亡惨状传遍整个互联网，而整个网络谩骂侮辱，拍手叫好。躲在虚拟世界的人们竟因此开启了一场残忍的狂欢。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本是受害者的她为何成了人人唾弃的对象呢？2001年10月2日，比安卡·德文斯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的尤迪卡市。长相甜美、性格开朗的她，不仅是家人和朋友眼中的小天使，更是当地公认的小美女。2019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比安卡，计划于秋季时分前往社区大学学习心理专业。趁着放假的空档，比安卡在某社交平台上注册了2个属于自己的账号，专门分享了当下的生活和心情。由于外貌上佳，比安卡很快就收获了众多粉丝。然而，与大批追求者共同而来的还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危险。2019年4月，一位名叫布兰登·克拉克的男子在社交平台上关注了比安卡，并对其展开了疯狂的求爱攻势，每日嘘寒问暖，百般讨好。布兰登·克拉克于1997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州，与比安卡相差不到4岁。考虑到两人家仅距离1个小时的车程，日渐熟络的他们决定在比安卡的高中毕业典礼上正式见面。从网络到现实，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的两人相处得还算愉快。本就爱慕比安卡的布兰登对她的好感更加提升了，而比安卡也并不厌恶这个既绅士又体贴的大男孩，把他当成自己要好的朋友，会邀请布兰登去家中做客，也会同布兰登一起外出游玩。随着关系的愈发密切，很多身边的亲朋都以为比安卡和布兰登恋爱了，但比安卡却反复强调，我马上就要去上大学了，根本没有谈恋爱的打算。另外，比安卡也明确地告诉布兰登，他们只是好朋友，不可能也永远不会发展成情侣的。尽管比安卡态度坚决，但布兰登似乎毫不在意，仍会经常陪伴在比安卡身边。2019年7月13日，距离大学开学还有1个月的时间，比安卡最喜欢的加拿大歌手尼克·多朗朗格即将在纽约举办演唱会。万分激动的他在精心打扮后与父母道别，坐上了布兰登的轿车。此次外出，比安卡不仅能看到心心念念的偶像，还能见到一位在社交软件上畅聊了多日的网友。可想而知，此时的比安卡是多么的兴奋。一路上，他都与布兰登有说有笑，还拍摄了很多照片分享给家中的母亲。然而到了演唱会现场，布兰登心态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在演唱会现场，布兰登发现比安卡和那位男网友的关系十分亲密，两人甚至在音乐的烘托下情不自禁地拥吻了对方，这让站在一旁的布兰登难以忍受，便于驱车返程的路上与比安卡产生了激烈争执。当比安卡又一次强调他们不是情侣，也永远不会成为恋人时，越想越气，激情疯狂的布兰登停下车，直接拿出了隐藏在座位下方的长刀，用极其残忍的割喉的方式结束了比安卡的生命。发泄完毕后，酿下大错的布兰登没有选择叫救护车，也没有选择报警，而是将比安卡的死状以及自己杀害比安卡的全过程发布到了多个网络平台，并配文道：从1997年10月到2019年7月，我知道我再也不会疼了，如果我不能拥有你，那别人也不行。地狱来了是救赎，对吗？由于这些视频和动态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围观转发，当地警方也很快接到了报案。然而当警员悉数赶到现场时，却看到极为震惊的一幕。只见比安卡浑身鲜血的仰面躺在车边，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而杀害他的布兰登则举着手机在不远处妄图自杀。另外，布兰登还用黑色喷漆在马路上写道：愿你永远不会忘记我。虽然凶手布兰登被警方及时逮捕，且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本案却因为先前的种种视频和照片在网络上持续发酵，所谓的阴谋论、受害者有罪论也随之而来。基于布兰登在杀害比安卡后所发布的作案视频和文字，记录好视频的网友们开始纷纷猜测其幕后的真相。他们非常同情布兰登，认为是比安卡的不果断拒绝才导致悲剧发生的。比安卡一直在与布兰登玩暧昧，还把布兰登当成备胎，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是不负责任的，也是死有余辜的。在如此三观不正的舆论风向下，有人甚至将比安卡遇害后的照片四处传播，并配上侮辱性的言语，
发送给比安卡的家人。当然，截止至此，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布兰登的社交账号粉丝猛涨，在有关比安卡之子的标签下，满屏的都是网友留言。他们写道：关注并私信我，有比安卡的死状照片和完整真实的28秒视频。靠着这样的方式涨粉甚至赚钱的人不在少数，而慕名私信他们的人也是成千上万。毫无疑问，这般戏谑的口吻和形式给比安卡的家人带来了又一次的伤害。贩卖死亡照片为凶手加油打气，侮辱受害者不检点，这场谋杀惨案为何成为了键盘侠的狂欢？2019年9月，忍无可忍的比安卡父母发表了声明，大致内容为：发生在美丽天使比安卡身上的事情是罪恶、残忍和愚蠢。我为每一个爱她的人，还有比安卡感到心痛。我知道一些人是出于好意，但我请求你们停止分享凶手发布的比安卡的事情，请不要再邮寄给我。或许是出于对于女性所处舆论环境的愤怒，这一次终于有人对肆意侮辱和传播受害者死亡照片的行为进行了反击。绝大部分女性网友都有所行动，她们不仅在线下为比安卡守夜，还在网络上展开了保护比安卡的活动，号召大家帮比安卡制作漂亮、积极、充满爱意的图片，以便冲淡恶意评论。与此同时，警方也对布兰登做出过激的行为进行了深度调查。他们发现布兰登成长在一个并不和谐的家庭中，从小就见证了父亲对母亲的家庭暴力，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福利机构度过的。另外，布兰登的一个儿时玩伴还透露，布兰登对萝莉有着过分的痴迷，他的电脑里存着许多关于萝莉的小电影。2020年2月14日，家人在为比安卡举办葬礼后，又组织了一场时装艺术展，专门分享比安卡生前的艺术作品。同时，他们还启动了奖学金，用于支持鼓励和比安卡一样的年轻人去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2021年3月16日，布兰登因故意谋杀罪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他在法庭上略显激动地说道：我想我需要意识到，我做过的事情是无法挽回的。尽管我很想挽回它，但我必须面对它。我向所有认识和爱他的人道歉。此刻，无论布兰登是否出于真心，是否愿意悔过，那个曾经被很多人视为小天使的比安卡，都再也无法继续他的生命了。正如比安卡的母亲所说，2019年7月14日，我所知道的生活结束了，我女儿的生命被强制停止了。比安卡并不是我唯一的女儿，但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曾说过，无论生活中发生什么，只要我的孩子们健康快乐，我就满足了。可现在，我再也没有这种安全感。我们常说杀人诛心，很多时候来自网络的暴力，来自陌生人的恶意，要比案件本身更为害人。请勿成为躲在屏幕后的键盘侠，也不要随意评论你并不了解的事情。要知道，所谓的受害者有罪论本身就是一种谬论。好了，今天关于网魂割喉案我们就聊到这儿，记得点赞、评论、订阅。我是阿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